总有人质疑说洪金宝的江湖地位全是靠拉踩成龙硬装出来的。很多地方人家都叫我大哥，但是今天在我大哥面前，我就不敢讲话了。大哥，你讲话。我在，你就是小弟，幸亏你爸爸的爸爸没有来。为什么？要来的话，你就变孙子了。是爷爷。然而这么想的人肯定没听过，全香港没人敢惹洪金宝。这句早年混港圈必须要知道的话，更不懂洪金宝敢拿迷糊兄弟这份性情的分量。上世纪70年代，随着香港电影业的兴起，戏曲市场逐渐没落，洪金宝、成龙等人所在的七小福戏团不得不解散，各自谋生。身为大师兄的洪金宝，靠着一身一桥一马的真功夫和他在动作设计上独一无二的天赋，便顺势转型做起了武指指导的夺命金剑，一度斩获台湾第1届金龙奖最佳武术指导，彻底在影视圈站稳脚跟后，他第一个想到的便是帮助那些还吃不饱饭的兄弟们。在成龙因模仿李小龙失败，被导演怒骂动作太硬，表情死板，沦为业内人人避之不及的票房毒药时，是他以自身名誉做担保，多次向袁和平引荐成龙，促成他出演了《蛇形刁手》和《醉拳》，让他闯出了专属于自己的功夫时代。在成龙因拒绝帮恶势力拍电影，被人围堵时，是他挺身而出，舍命相救，一人单挑50人，凭借自己的地位周旋，才化解了危机。等到成龙想当导演需要助力时，只要他开口求助，洪金宝从不含糊，直接把整套摄影团队无偿借给他调配。年少学艺时，他是替他扛法解围的大师兄；功成名就时，他是替他兜底、护他平安的硬靠山。成龙敬他，是发自内心的臣服与感恩。1973年，李小龙骤然离世后，他的御用武指林正英、御用替身袁华一度陷入无戏可拍、无人愿用的绝境。身为大师兄的洪金宝不忍看昔日同门落魄至此，便收拢他们，牵头组建了日后撑起港片半壁江山的洪家班。为捧林正英，他不惜赌上全部身家，募砸850万，力排众议，筹派僵尸先生。不仅专门为他量身打造茅山道长人设，还将原本只能做配角的林正英硬生生推上男主位置。人们只知道电影上映后狂揽了2000万票房，林正英一夜封神，直接开创了香港僵尸片黄金时代。却不知如果电影扑街，洪金宝的人生就会被彻底打入谷底。一身顶尖特技功底的袁华，长期埋没在幕后，只能做无名替身。是洪金宝看中他灵活矫健的身手，专门为他设计了音质凌厉的反派戏份，特意让他在《东方秃鹰》中出演反派雷公，成功塑造其经典西装暴徒形象，让多年藏于幕后的袁华真正走到台前。即使林正英爆红后想独自开拓僵尸片赛道，选择单飞，袁华为出演功夫包租公一角背叛他，洪金宝也没有半分不悦，反而全力鼓励他们放手闯荡，并许诺洪家班永远是他们的后盾。在他心里，自己扶持众人从不是为了捆绑获利，他只盼每位兄弟都能抓住机遇，闯出属于自己的前路。然而洪金宝的仗义从不只留给同门师兄弟，而是谁落难他都愿意伸手兜底。当年刘德华拒绝 TVB 长期合约，被高层雪藏400多天，全港影视公司剧组没人敢接纳他，而他沦落到要回老家靠理发谋生时，只有洪金宝敢硬刚 TVB， 直接把刘德华塞进夏日福星剧组，给了他重回荧幕的生路。这份雪中送炭的恩情，刘德华记了一辈子，年年都会登门探望。但凡大哥有事找他永远随叫随到。网上流传的那句洪金宝捧红了一群人，而成家班却只成就了成龙。这份差距的根源就在于洪金宝始终能共情底层武行的不易，事事替兄弟们扛下难处。早年武行地位低微，拍戏受伤无人理赔，薪资被资方克扣是常态，唯有洪金宝愿意为他们出头。有我一口饭，就有兄弟们一口饭，是他践行至今的承诺。他常年拼命拍戏，从来不是为了给自己赚天价片酬，而是为了让手下几百号兄弟有公开、有饭吃、有钱养家。他不靠拳头立威，不靠权势压人，别人落难时舍命相护，兄弟失意时倾力扶持。他凭一腔赤诚待人，从底层武行一路走到全港公认的大哥大，靠的不是家世背景，是实打实的恩情好义。他让所有人都明白了，真正的江湖从不是一个人站在顶峰发光，而是一群人风雨里互相撑着往前走。